杨美美的戏中恋人只有一个，背后的真相让全网泪目。那天的天气异常阴沉，乌云压顶，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味道。剧组的工作人员在泥泞的地上奔忙，导演的声音一遍遍在扩音器中响起。再来一条，他的眼神还不够，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要再深一点。杨美美站在雨中，浑身湿透，头发贴在脸上，冷得发抖。她几乎快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在流。就在导演准备喊 cut 时，一个人从监视器后走来，是于龙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撑开一把伞，为他挡住了倾盆的雨。那一刻，所有嘈杂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那把伞下两人的呼吸。镜头继续拍着，他们没有演台词，只是互相对视。连导演都愣住了，这才是真情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名字第一次被人放在一起讨论，也从那天起，一段没人预料到的故事悄然开始。镜头外的默契。第二次合作是在一个小型短剧里，没有豪华的布景，也没有大投资，但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排练时，他一个眼神，他立刻明白他想临时改台词。拍哭戏时，他提前递好纸巾。他笑着说，你像是读我剧本的人。他淡淡回应，我读的不是剧本，是你。导演打趣，你俩干脆直接谈恋爱算了，这默契太假不了。他们都笑了，可笑声之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。流言与距离。随着合作次数增多，流言开始蔓延。有人说他们假戏真做，也有人讽刺他们靠炒作。娱乐圈的风从不温柔，几句捕风捉影的评论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。杨美美开始疏远他，拍完戏就离开片场，不在一起吃饭。可当镜头一开，他还是忍不住去找他的眼神。那种微妙的情绪让所有观众都信以为真，而他们自己却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。后来，于龙在一次采访里说，那时候我们都在躲，但其实谁也没走远。情感的临界点。第10次合作时，他们饰演一对在误会中渐渐和解的恋人。剧情要求两人在暴雨中拥抱、哭泣、告白。雨是人造的，但泪是真的。导演喊卡的瞬间，杨美美转身跑进后台，独自哭了10几分钟。所有人都以为她太入戏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一刻她分不清角色与自己。那不是角色在告白，是我。她在幕后纪录片中轻声说，那句话让无数人红了眼眶。低谷与坚持。2023年下半年，短剧市场骤冷，流量不在，评论区里充满审美疲劳、老套剧情的批评。制片方建议他们换搭档，寻找新鲜感。杨美美被劝了3次，她每次都摇头。我能信任的人不多，他是其中一个。她这样回答。于龙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出现在他家门口，手里拿着厚厚一叠修改版剧本。我们试试别的路子。他说。他愣了几秒，然后点头。那是他们事业最艰难也最坚定的一次并肩。从荧幕到现实。第14次合作是转折。那时他们已经在私下走得更近，没有正式告白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只是某个夜场戏结束后，于龙弟给他一杯热奶茶，轻声说，天冷，喝点热的。他笑着接过，那一刻两人都心知肚明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约定，在作品之外不提感情，只专注创作。可爱情总是藏不住的。他开始在拍摄现场为他准备黑咖啡，他会在每场夜戏结束后等他一起走。所有细微的动作都藏着深意。观众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一起。其实他们早已不需要答案。暴风眼中的他们。2024年初，一张模糊的照片登上热搜，是他们在街头牵手的样子。网络炸了，有人祝福，也有人说，这不就是剧本炒作吗？几天后，他们共同出现在镜头前。杨美美淡淡一笑，我们不是剧本，只是彼此选择了对的人。那句选择
比任何告白都真。网友们沉默了，因为他的眼神没有演技。第19部短剧，那是一部关于错过与重逢的故事。戏里他们哭得撕心裂肺，戏外他们也泪流不止。导演喊卡时，全场都安静了，没人能立刻恢复情绪。那天晚上，于龙在社交平台写道：有些情绪，我们不敢在现实里说，只能让角色替我们活一遍。那条动态让无数粉丝泪目。有人评论，他们不是在演戏，他们在生活。他的决定。2024年夏天，杨美美宣布暂停与其他男演员的合作，整个圈子震动了。有人骂她傻，也有人说她恋爱脑。可她平静地回答，我不是在缩小自己，而是在守护我们。这个行业的残酷她再清楚不过。流量可以被替代，角色可以被重写，但信任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拍不回来了。她选择坚定，她知道自己在赌，但她也知道这一次值得。24部短剧的秘密，有人整理过他们的作品，从甜宠到悬疑，从古装到都市，一共24部，每一部都爆火。但敏锐的粉丝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每部剧的结尾都有一个相似的小细节，一个笑容，一句台词，或一个微妙的手势，那是他们之间的暗号，是情感的密码。观众看到的是剧情，他们演绎的却是人生。有人说，原来每部剧都是一封他们写给彼此的情书。求婚那天，2025年春天，他们终于公开求婚成功。没有媒体，没有灯光，只是一个露台，一束花，一句颤抖的你愿意吗？杨美美红着眼睛点头，于龙笑着流泪。那张模糊的照片传到网上，全网沸腾。有人说，这是真实世界最浪漫的片段。有人留言，原来短剧也能演出一生。爱与成长。后来，他们在一次公开采访中谈到彼此。杨美美说，我从她身上学到的，不是浪漫，而是责任。于龙微笑着补充，他让我明白，温柔是力量，不是退让。他们的关系从最初的火花，走向了深厚的陪伴。不再追求轰动的剧情，只想好好过每一天。他说，以前我拍戏是为了观众，现在我拍戏是为了不辜负和他一起走来的每一步。2025年秋，他们决定拍第25部作品。这次不是甜宠，不是虐恋，而是讲述一对老去恋人的故事。有人问，你们不怕观众厌倦吗？于龙笑着说，爱情不会过期，只要我们还真心。他们相信，荧幕只是形式，真情才是底色。或许，他们早已不只是演员，而是彼此生命中的角色。真心永远有光。从第一场雨到第24次拥抱，他们用时间证明，最打动人心的爱情，从来不是喧嚣的誓言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并肩走过风雨后，仍愿意看向对方的那一眼。爱情不是剧本能写的浪漫，而是在人潮汹涌的世界里，依然有人选择陪你演完人生的每一幕。如果你被这段真实的故事触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。你相信戏里生情吗？你会为真爱勇敢一次吗？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你的点赞、评论与订阅是我继续讲故事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次故事再见。